夫人，将军回来了，这一路都在念叨您呢，都喝醉了，还给您带回了最爱的桂花糕。念叨我，还是借着酒劲儿在找他的影子？夫人，您快去瞧瞧吧。夫人来了。夫人往日瞧我醉酒，总要训我几句，怎么今日有些反常？是生气了？外面天冷，我怕冻着，藏在心口呢。又难过呢，可是眼睛不舒服。夫人辛苦了，是为夫的错。你越疼，我比你还疼。这是阿姐配的药，她总是带在身上。以前我觉得那是关心，现在看，那是她唯一能触碰阿姐的方式。圣经都传你爱惨了我，可你这一声声夫人，究竟在叫谁？裴成，为何不叫我瑶瑶？因为夫人这个词是世间最好听的。裴成，你真如你说的，从小信悦于我吗？我们青梅竹马，所有人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良配。裴成总让我坚持自我，我以为他爱极了我的英气。有空，娘娘小心！裴成，我没想生死，我只在想，那大漠孤烟，金戈铁马，我可能再也去不了了。击毙之日，你未曾约好来提亲，为何偏偏次日要约他出门？瑶瑶一心只想建功立业，他现在瞎了一只眼，你让他如何杀敌？他的梦想，你拿什么来陪？我裴成心悦瑶瑶已久，他今后的人生由我负责，恳请侯爷准亲。我裴成此生绝不负他。我当时以为这是最深情的承诺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那天他约我，只是因为刚被我阿姐拒绝，他需要一个相似的替身。夫人，我困了，酒气扰人，今日我宿书房。看，这就是答案，甚至不敢在清醒时骗我。连敲，丢了吧？夫人，这是将军亲手刻的，您往日连落点灰都心疼，说要收集到老的。丢了。夫人的母亲来信说，大小姐在为辽民布施时感染了风寒。今日国公府三公子约我会面，夫人不能陪你用午膳了，你可会怪我？可是，裴成，我眼睛痛。我晚上早点回家陪你，好不好？国公府在东，医馆在西。裴成，你走错了方向。他可真笨，阿姐自己就是医女，何须她买药？她送的不是药，是那颗藏不住的恶心的心。你还是这么狠心，对我真的就没有一丝爱意吗？如此也好，我也该死心了。月娘，如你所愿，我会同沈瑶好好过日子的。只要我不从正面抱他，只要我不看他的眼睛，他就很像你，我该知足了。只要能留住这半分影子，我就该知足了。血液在血管里一寸寸冷掉，冷得我几乎要打冷战。裴成，原来这3年的恩爱全靠你闭着眼。你想好好过日子，裴成，我不愿了。这最后一点念想，我也不要了。为什么？天寒，夫人怎么穿这么少？是不是眼睛又痛得睡不着了？来，我给你揉揉。为什么你能一边在那龌龊的文字里闲言我，一边又在这里演得如此深情？裴成，你心悦我阿姐啊？月娘，她瞎了一只眼就不像你。每次与她同床，我都觉得恶心。待我携战功归来，我便休她娶你。你可愿等我？瑶瑶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是哪样？是你在我床上想着阿姐，还是你通过我卑微的打探她的消息？我替你做了决定，裴成，我们和离吧。和离？神鸟，你听清楚了，和离，我死都不会同意。
些龌龊东西都没了。我们以后忘掉这些，好好的过日子，可以吗？好好的，裴成，圣经的女眷都羡慕我，说你对我这个独眼废人不离弃。你常对人说护我是责任所在，说这世上不单单只有一种感情，原来你口中的感情是愧疚，是亲情，唯独没有爱。不是的，瑶瑶，你大可不必如此。如果你当初告诉我你心悦阿姐，我绝不会嫁你。裴成，你我缘尽于此。瑶瑶，别走，不要和离好不好？让我用后半辈子弥补你。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我心悦你，你别不要我。看着你哭，我很心疼。裴成，你别逼我恨你。瑶瑶，你一定要对我这么残忍吗？残忍？我沈瑶做错了什么？我只是救了我喜欢的少年，为什么要换来一辈子的枷锁？阿瑶，阿姐，这3年来，她为了我这只眼睛翻遍古籍，甚至为了采药跌落悬崖。可我刚才竟不知该如何面对她。阿瑶，过来。阿姐，我好痛，带我回家好不好？裴将军，今日阿瑶踏出这府邸，便不会再回来。我沈家儿女，绝不走回头路。阿瑶，你听阿姐说，你击毙那天，裴成去时来找过我，可那天他什么也没说。我也明确告诉他，我沈月志在医术，此生都不会嫁人。阿姐迟钝，一直以为你们青梅竹马，她是心悦你的。直到昨天，她突然跑到医馆见我，言语间满是试探，我才发现不对。阿姐，我不怪你，他娶我只是因为愧疚，把这双眼睛当成了他的债。这件事自始至终与阿姐无关，我只愿尽快与他和离，这辈子再也不。阿姐会去跟父亲母亲说清楚，绝不让你受委屈。可是阿鸟，你真的不埋怨阿姐吗？她一厢情愿的龌龊心思，凭什么要让阿姐来承担？我怎会因为这样一个男人，就让我们姐妹反目成仇？好一个臭男人而已，这世上男人多的是，以后你喜欢的不管是谁，阿姐都给你找来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死活不肯和离，还敢拿当初的承诺来压我沈家？侯爷息怒，将军说了，他此生绝不夫人。只是将军昨日不慎摔断了腿，如今卧床不起，实在没法亲见侯爷。早不断晚不断，偏偏我们要和离的时候断了。裴成这无赖行径，真是让老身开了眼。阿瑶，北边蛮夷跨过河流，直逼定州了。军中派谁出征？裴成，他那双断腿满城皆知，此时正躲在将军府称病呢。圣上震怒，五皇子已自愿请命带兵出征。阿姐，这是我的机会，我这辈子本就不该只在后宅的四方天里蹉跎。我要杀敌，我要立功。阿瑶，阿姐也要去。除了救治战士，我还有一个私心。古籍记载，蛮夷之地有一门偏方入饮，可助你恢复清明。这战事虽然凶险，但只要有一丝治好你的机会，阿姐绝不放过。阿姐，傻孩子。阿姐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看你眼中有光。好，裴成不愿和离，那我就亲自去战场上，替自己杀出一个和离的圣旨来。女人的战场，从来不止在深宅大院的蔷薇之中。母亲从小就知道，你们和寻常女子不一样。去吧，沈家的女儿能拿针，也能提刀。母亲只求你们平安归来。裴成，你以为装断腿就能困住我？我这3年在府中的操练，可不是为了在后花园赏花。这和离书你不签，那我就去战场上找圣上要一道旨。你要去定州？你疯了！那不是小打小闹。沈淼，就算你再跟我任性，也不能拿命开玩笑。跟我任性？裴将军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我知道你怨我，但3年的恩爱，10几年的情分，你真的忍心就这么断了？裴成，如果你还念着旧情，就该体面的签了和离书。我们不和离，好不好？不好。那些信是很久以前写的，没人看到。我也认清了，月娘只是我的执念，我爱的一直是你啊！瑶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裴成，你把我和阿姐摆在什么位？你想过我以后如何面对她？我们说好要白头到老，要生小娃娃的，你承诺过的。我给过你机会，裴成。我耗了这么久，不是在等你的告白，而是在等我不再爱你。现在我等到了，裴成，我放弃你了。你不愿和离没关系，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你不得不放手。沈将军，沈一女，此去定州山高路远，保重。愿随殿下收复失地，护我山河。阿瑶，你且放心，待到了北京，阿姐拼了这条命，也一定要为你寻到那株灵药，治好你的眼疾。我知道，阿姐是全天下最疼我的人。别怕，我替你跟父亲说，是我练琴时不小心碰碎的。
还在想他？没有，阿姐，我只是在想定州的战事。蛮夷凶悍，此战必是恶斗。阿娘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你答应也要保护好自己，就算不为了别人，也要为了阿姐，为了爹娘。我知道，阿姐也是，驿站里人多杂乱，你别太累了。沈姑娘，沈医女，前面就是驿站了，我们今日在此歇息，明日再赶路。有劳殿下费心。沈姑娘，我刚看了兵书，有一处阵法不太明白，你看这里，若是蛮夷在此设伏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此处地势易守难攻，绝不可贸然进入。并派轻骑兵从两侧山路绕到地后，前后夹击，再以主力正面扑攻，定能破敌。妙啊！沈姑娘果然深谙兵法，比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文臣强多了。殿下过奖。沈姑娘，我听说你和裴将军的事了。殿下都知道了，都过去了。我现在只想保家卫国。说得好，女子本就不该被困在后宅方寸之地，像你这样有勇有谋的女子，就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。原来，这世上真的有懂得欣赏我，而非因为愧疚才留下我的人。裴成，我放弃你了。我真是个混蛋，我以为我爱的是清冷的月娘，可为什么满脑子都是你叽叽喳喳叫我裴成哥哥的样子？为什么心会这么疼？将军，将军，您这是何苦啊？你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身子要垮了。又如何？他跟着五皇子走了，他再也不回头看我一眼。陛下旨意已下，让您领兵出征抵御蛮夷。您若是不去，这大楚的将士谁来带？领兵出征，打赢了又给谁看？没意义。沈姑娘只是一时气话，您立了战功回来，好好解释，她一定会。她恨不得永世不归。将军，沈侯爷和沈夫人来了，在大厅要见您。裴成，你看看你现在的鬼样子！瑶瑶走了，你就打算烂在书房里等死吗？你对得起谁？侯爷，后悔有什么用？后悔能换回他的眼睛，还是能换回他这3年的委屈？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你去定州去打仗。我去定州，他会见我吗？只要你凯旋而归，老夫拼了这张脸也会帮你劝。可你若连定州都不敢去，你拿什么保护他？保护他？有五皇子在，瑶瑶虽然安全，但战场险恶。他从小舞刀弄枪，本事不比你差。可如果你裴大将军只会在京城自暴自弃，连我们这些做长辈的都看不起你。好，我去定州，我要去守着他。沈瑶，这次换我守着你，死也不放。此处地势险要，若有埋伏，我军必成瓮中之鳖。殿下所言极是，蛮夷善袭黑风口是必经之道，他们绝不会放过。殿下，那该如何是好？不如兵分3路，由您率主力正面缓进诱敌，我带5000轻骑从左侧侧翼攀山绕后，再拨一路包抄右侧。就按沈姑娘说的3面夹击，瓮中捉鳖。稳住，翻过这道脸，就是蛮夷的死期。全体隐蔽，听我号令。唐进，杀光大楚诸女！盾牌手，结阵！将士们，冲啊！沈姑娘，你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此战大获全胜，缴获粮草无数。是将士们拼命，沈岩不敢居功。沈将军，盛京侯府急信。摔断腿，真不巧。怎么了？赦宁出事了？不是，一个无关痛痒的消息罢了。殿下，天色将晚，我们加速行军。定州那边的百姓还在等我们。这些畜生烧杀抢掠，视我大楚百姓如草芥。殿下，血战必须谢场。殿下，蛮夷10万大军压境，朔州、云州已失，定州只有3万守军，且对方骑兵行动如风，我军难挡。李将军，蛮夷虽快，却有致命弱点，他们靠掠掠为生，无稳定后勤，且各部族心怀鬼胎，缺乏统一指挥。沈姑娘有何良策？坚守不出，避其锋芒，派小股骑兵昼伏夜出，专烧粮道。等他们饿疯了、乱了，必是总攻之时。好，李将军守城，我和沈姑娘分带5000精兵，断其粮草。大楚的娘们儿，受死吧！追！沈将军，人太多了。进树林，利用地形散开。裴成，敢伤他者，死！众将听令，上！妞妞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裴将军不是摔断了腿，在京城养伤吗？这种私自离京、欺君瞒上的戏码，你演得不累吗？我一直跟在你们后方，我怕你出事。
裴成，这里是保家卫国的战场，不是你弥补廉价愧疚的戏台。若你是来杀敌的，我欢迎；若你是来纠缠我的，请滚！别让我看不起你。裴成，他不是摔断了腿在圣林养伤吗？怎么会带精锐出现在这儿？他是装的，带兵离京，只为了来定州继续纠缠我。看来裴大将军确实悔不当初。不过他那支精锐确实是主力，战事当前，本王只能暂时留他。天下放心，我沈岩分得清轻重，绝不会让私怨耽误家国。还有一事，裴成带来了长公主的密令，3个月必须结束战斗，否则北境严冬一到，大雪封山，大军后勤必断。10万蛮夷，3月速胜，时间不多了。报！蛮夷大军兵临城下，城里的猪脑听着，开城投降，留你们全尸，否则破城之日便是屠城之时。做梦！大楚只有断头的将军，没有投降的懦夫。攻城杀！放箭滚木雷石，走！瑶瑶，喝口水，你手臂还在流血。别叫我瑶瑶，他们明天还会来，裴将军省点力气。瑶瑶，对不起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眼瞎心也瞎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弥补？裴成，我们之间早就死在那些信里了。不，没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现在爱你，爱得发疯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晚了，裴成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等打完这仗，我会随阿姐留在定州，看大漠孤烟，过自由的日子。那里没有裴家，也没有你。报！蛮夷内部因粮草分配不引发内乱，多部落首领已在大营内拔刀相向。好，天助我也！此时正是总攻之机。殿下，蛮夷大营依水而建，此时内乱必疏于防备。我们可以兵分3路，裴将军带2万主力，连夜杀木剑桥，天亮前必须过正面强攻。殿下带3000精锐从右侧围堵。裴将军，剑桥过河是重中之重，你可敢领命？罪将领命，天亮前必送殿下入蛮夷大营。快！再快点！天亮了，建不好桥，所有人都得死。老子的命都不在乎，还在乎这只手？神苗还在等着我的信号，干！无数人发出震天的嘶吼，仿佛忘记了一寸一寸，坚定地向对岸将士延伸。大楚将士，杀！沈家军，随我取蛮夷狗命！一把长剑使得泼水不进，硬生生在敌阵中杀出一条血路之堤。裴成，小心！裴成，裴成，你撑住！娘娘，别怕，当年你为我瞎了一只眼，现在我还你，你没事就好。来人，抬担架，快回定州城找阿姐！别担心，沈一女号称真实圣手，裴将军虽伤得重，定能捡回一条命。3年前，他看着我躺在里面，现在轮到我看着他。殿下，这因果当真让人喘不过气。这是他欠你的，即便还了，也是他心甘情愿。阿姐，裴成怎么样了？死不了，但他那只左眼箭死入得太深，神仙难救。这不就是报应吗？以后他和你一样，只能当个瞎了一只眼的残废。心疼了。他当初眼睁睁看你受苦时，可没见他这么果断。这只眼抵你那只眼，算他便宜了。好了，别提那个晦气的人。阿姐在古籍上寻到了方子，城外孤峰上有株名木草，对你的救急有奇效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！蛮夷虽退，但山中都有残兵余业，你现在去，万一遇到埋伏。阿姐是学医的，这点险都不敢冒，还怎么治你的眼？你的视力最近在恢复，只要有了这株药，你就能彻底看清这大漠孤烟。我们可以等大军青山后再去，药效不等。阿鸟，阿姐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你重新看清这世界。等我回来。裴成，3年前你让我残了一只眼，3年后你还了我一只眼，我们之间到底是谁欠了谁？瑶瑶，你来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疼，但没关系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为什么要救我？凭你的身手，那一剑你应该能躲开。瑶瑶知道能躲，但我不敢躲。我真的很爱你。以前我眼瞎心盲，把内疚当成责任，把执念当成爱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离不开的是你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裴成，谢谢你救我，但这只眼就当还了当年的债。我对你已经没有爱慕之情了，剩下的只有年少的情分和战场上的对你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，以后我们做朋友吧。娘娘，我不想做你的朋友，我只想做你的夫君。沈姑娘，不好了，沈一女出事了！你说什么？沈一女在采药时被蛮夷余孽伏击，中了刘倩。沈姑娘，属下即刻调集500轻骑随行。快走黑松岭方向，阿姐在哪儿被围的？报信的说是在鹰嘴阳下，被蛮夷残部堵住了。告诉过他不要孤身进山，那些蛮夷余业正愁抓不到大楚的人质。瑶瑶，我同你这么慌，
殿下，城内防务。裴城的人马已驻守城门，提防声东击西。走。尔等蛮夷，束手就擒！阿姐，别管我，先杀敌。无心草踩烂了大半你的眼睛，药没了再采，命没了你要我怎么办？阴坡还有大片无心草，明日我带人护送沈医女去采。天黑了，山路难行，就地扎营，生火清仓。阿瑶，别总对着我没病，公司我分得清。战场上他是同僚，私下里我不是劝你回头，缘分早断了。他如今瞎了一只眼，弄丢了挚爱，也是他应得的报应。你得往前看。我明白，阿姐。果然有内鬼，蛮夷王族派了细作进京，打算趁大军回朝时在京城制造动乱。难怪这群残队敢躲在深山不走，原来京城有人给他们送粮送消息。信上只有安昭，我知道是谁，当时只让他们贪财，现在想枪毙拿人。回京后送到蛮力，有裴将军作证，回京便能顺藤摸瓜。夜深路遥，当心无重。多谢殿下。军中无殿下，下我谨言即可。殿下，我知道你不想再回后战，待战事定，我会向父皇请旨，为你请封官职。你真的愿意帮我请封？你有将才，不该被困在方寸之地。沈姑娘，20名精锐已集结，我送沈医女去阴坡采药，务必护好我阿姐。若再有闪失，我绝不轻饶。除非我死。提审符箓，我要知道蛮夷在山里所有的据点。忍着点儿，药力在通眼脉，每日服药，3个月后，你的眼疾能恢复7、8成，上阵拉弓绝无问题。阿姐，这些年多亏有你。隐患已除，定州稳了。我们的仗打赢了，但阿姐的仗才刚开始，回京的日子不远了。怎么样，能看见吗？清楚了，阿姐，我能看清3丈外的树叶了。佛祖保佑，再服2个月，拉弓射箭定不在话下。瑶瑶，回京那件事我提下了。殿下是担心那2个通敌的勋贵。他们与老爷辈有旧，定会拿负的做文章，游说父皇驳回你的合理请求。在他们眼里，排证，我这一身军功是拿命驳回来的。放心，裴城手里的实证是3年的委屈，有我在，谁也留不住你。他变了很多，是变了。以前他绝不会这么轻易走开。听闻他上书朝廷，辞了京里的官职，要终身戍守北疆，此生不再回盛京。沈姑娘到访，可是有事？听说你要留在北疆，此生不入盛京。是，盛京对我来说只有罪孽，留在边关守国门，算是我最后的赎罪。等圣上准了和离，我便动身去边城，我不会再回京搅乱你的生活。边关相寒，裴将军保重。哪怕只是同袍。对，往后你是戍边将领，我是大厨女官。好，往昔纠葛一笔勾销。走吧，回京。回京。消息到了，永宁侯和平昌伯在京城散布流言，说你借女子身份冒清军，还说你只离师不守的合理。窃取军功，边关数万将士的眼难道是瞎的？这2家在朝界舆论逼皇盘根错节，甚至已经去太后那里哭诉了，说女子从军有违祖制，怕我打破他们联姻稳固权势的算盘罢了。我的儿总算回来了，黑了也瘦了。不愧是我沈家的种。明日早朝，永宁侯他们定会发难，你怕吗？怕，爹，我从尸山血海回来，该怕的是他们。准备好了吗？这一踏进去，就是满朝文武的光线影。这一仗，我等了3年。宣平北将军沈嫣入殿见驾。北疆大捷，驱敌10万，沈邈、萧景焱、裴城居功至伟。
拟旨论功行赏。神瑶之陛下且慢，臣有本奏。祖制在上，女子不得领兵。神瑶一介残疾妇人，军功定是借五皇子与裴将军之事窃取，且他无端逼夫合离，罔顾伦常，若准请天下纲纪何在？世家底边何存？请陛下三思，不得败坏，何以封赏？诸位大人一口一个祖制，蛮夷破城杀我大楚子民时，诸位为何不拿祖制去拦敌人的刀，窃取军功？此乃蛮夷敌收之剑，由我沈监在总攻时刻亲手斩下。黑绡口截断粮路之计，由我拟定。定州3万将士，全城百姓皆可作证。诸位大人坐守京城，竟比前线将士更懂如何打仗。至于合理，裴成婚后续我姐之许诺休妻，将我当成替身玩弄。书信原件虽毁，但裴府旧仆尚在。我沈烟救他瞎去一幕，换来的却是3年的厌恶与折辱。这般婚姻谈何伦常？更何况永宁侯、平昌伯，你们急于拿礼教攻打我，揭开你们私通蛮夷、倒卖兵器粮草的皮吗？启禀父皇，这是裴将军临前搜集的铁证。弑君之路，竟通敌叛国！混账！禁军何在？将这2人拿入天牢，彻查全族。沈淼受尽委屈却心怀家国，你所求合理，朕准了，即刻拟旨废除婚约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臣女谢陛下隆恩。领兵驻守定州，册封沈月为9品衣冠，筹建边关遗属，加将五皇子为亲王。3年，我终于找回了自己。殿下看够了就请进吧，躲在暗处可不像你的风格。眼神确实恢复了，这明月玩刀耍得比3年前更说诚。裴成刚传回的消息，他带话过来，说此生不再回京。燕朔城是风口匪患多，让他自求多福。谨言殿下，别总谈军务，尝尝这刚出锅的桂花酥。瑶瑶，朝中不安生，永宁侯虽倒了，但太后心存芥蒂，以传旨户部，以账目不清为由，压下了定州3成粮草配额。仗打赢了，太后倒想在将士们的肚皮上动刀子。粮草的事我来办。我已联络了盛京和江南的6大药商、3家大粮号，以官办医主的名义与他们签了契约。我出1里秘方，他们供平价粮食。太后能扣户部的钱，却管不住天下商人的利。阿姐，此举胜过万马千军。盛宁的繁华确实养人，但我的刀该见血了。去吧，沈家的女儿不做笼中鸟。这是先帝巡猎北疆时赏的。持此癖，在北疆任何萧氏封地可调动驻军。瑶瑶，等我处理完荆州内奸，便去定州寻你。殿下，定州见！出发！是沈将军，将军带兵回来了，咱们定州有救了！李将军，新兵已到，这3处隘口必须分兵死守。蛮夷残部狡诈，绝不能让他们有喘息之机。沈校尉所言极是，朝廷下拨的这批军械由你亲自操练新兵，我放心。半月之内，我要这支新兵在雪地里也能拉开50强弓。阿晓，这是大楚第1个官办的边关医署。阿姐，你的仗也正式打响了。加把劲儿，送到前方据点，将士们就能吃上热饭了。又是燕朔城那边送来的，裴成送的，药材你收进库房，皮毛分发给营里家境贫苦的弟兄。不给他回个信，没必要，这便是最好的结局。这一杯敬守卫边关的将士，也敬妙手回春的沈医官。瑶瑶，我不急，1年、3年、10年，我都等得起。我只想守着你。我曾错付半生，若哪天我心意变了，我会第1个告诉你。好，我信你。定远校尉沈大人，裴将军，别来无恙。此处荒凉，若不嫌弃，请众城歇脚。我已命人备好粗茶干粮。他把自己的官邸给了流民，自己住营房。边关守将何该如此？京里传来消息，永宁侯全族流放平昌伯抄家。裴城下圣明，大楚的官场就算你一个。我求了身边谭昌那个人，当年想送你的第4个，刻了一半断了，后来我补齐了，留在我这儿，他只会提醒我多卑劣，还给你。从此往后，我绝不入定州一步，绝不打扰。多谢裴将军，保重。4大分署全线落成。阿瑶，从今往后，北疆将士受伤，
不必再等10天半月等经理的御医了。医属护命，我等护土。往后，只有定远校尉，再无沈氏瑶瑶。既然已经断了，便要断得干干净净。这刀以后只为守护定州而活。校尉，李将军请您去府上议事。知道了。定远校尉，坐，看看这个。蛮夷残部异动5000人，人数虽不多，但分散在500里的边境线上，这不像是在掠夺。裴将军在信中说，他们在试探我们的步伐。这里驻军仅300人，关墙年久失修，若蛮夷想南下，这里是死穴。青阳关物资匮乏，蛮夷打下来也捞不到油水，就怕他们不只是为了抢东西。将军莫忘了阿古拉，蛮夷可汗的幼子失踪1年了，若他借此机会串联部族，这5000人只是喂到我们嘴里的饵。我即刻向圣丁要兵。要兵？太后正谢个女将军功高郡主，粮草都卡得死死的，他会给兵？等朝廷发兵，青阳关早成废墟了。招虎，在，集合200精锐骑兵，带足干粮，我要亲赴青阳关实地查看。是校尉，带200人太危险了。将军，在盛京我是囚鸟，在这定州我才是鹰，200人足够了。阿格拉尔，既然你敢回来，这一次我绝不会再让你逃出定州。喂，伤亡清点出来了，
守军阵亡183人，重伤70人。我非要你全族来还不可。咱们现在能战的只有2500人，关外蛮夷至少还有5000。校尉，咱们是不是得死守，等李将军的大军？守，只守不攻，那是等死。校尉的意思是？我能啃下来。蛮夷气数已尽，阿古拉已成丧家之犬。将士们，随我深入漠北，彻底清剿残寇，还我边关百岁平安。殿下，在定州城备好庆功酒，等我带阿古拉的首级回来。你就是沈瑶，那个瞎了一只眼却灭我族人、毁我富汗霸业的女人。你富汗屠我百姓，侵我边疆，那是天理不容。阿格拉，投降我，留你全尸。做梦！今日我要用这大漠的沙埋了你这大楚的将军。众将士听令，杀！破阵，闪电凌厉无限，来人！拿命来！滚开！别打扰我家校尉杀敌！苍狼部指挥车体空快，如同无头苍蝇吧！部门部司赶快去你！追！绝不在。
跟四品都一扫这样的废人，到这本岛里是自己杀出来的。恭喜沈都护，正四品，大楚开国以来第一位手握实权的女性武将。你这一笔写进了大楚的史册。权柄越大，责任越重。北疆这块土地，我必须守得滴水不漏。何时出发？明日。这里面是给你带的一些特产，边关骨牌，别光顾着打仗，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多谢，景言。你何时回定州？朝中这些隶属的收尾缩时还得2个月，到时候我亲自押运粮草过去，顺便去看看你。好，那我在北疆等你。路上小心。瘦了，是不是在圣经忙着琐事，没好好吃饭？阿姐，我每天在圣营吃的可饱了，但只有回了这儿，这胃才算真的安稳。回来就好，走，医署里一直温着你最爱喝的汤。属下参见都护大人，恭迎都护大人回城。刚回来就忙到深夜，先把汤喝了。还是阿姐的手艺能救命。这趟回圣经可有什么感触？待在圣经面圣时，我忽然想过，如果当初我没来北疆，现在会是厌恶了你的男人。你不会，会是什么样子？然后某天发现那些信在崩溃团我们自己的期待。你不会，你骨子里生了反骨，困不住的。或许吧，但此刻我很确定，来北疆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在这里，我不是谁的夫人，我是沈淼，是守护着千里边防的定远将军。我也是，能在这里行医救人，看你纵马驰骋，是我沈月这辈子的万幸。北疆定远，这1年里，我终于看清了这4个字的重量。不仅是守住这道关，更是守住这满城重燃的生机。户部和兵部那帮老家伙，要是看到你把这4城治得如此铁桶一般，怕是又要惊掉下巴。惊掉下巴倒不必，只要他们来年拨粮草的时候别再缩减，我便烧高香了。如今父皇对我的差事越发满意，朝中大局已定，只是每次回圣经，总觉得那里安静的让人不习惯。不习惯就多来北疆住些日子。以什么身份？让我想想。摄政王与北疆都护联姻，名正言顺。阿姐催过我很多次了，如今北疆已稳，这件事也该提上日程。阿瑶，你打算在这风沙满天的地方驻守一辈子吗？也许吧，这里有阿姐，有我的兵，有这方土地的百姓。他们需要，那我呢？景言，你是武皇子，你的未来在圣经的金銮殿。我们可以成婚。谁说成婚就一定要把你锁回圣经的后宅？你继续守你的北疆，我回圣经打理我的国政。我每隔2月来看你，或是你得空回京看我，这规矩咱们自己定。这是我母妃临终前留给我的，让我以后交给心爱的妻子。阿瑶，我从不把你当成裴成那种人眼里的附庸，我等了你2年。景言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不急这一时。好，只要你松了口，哪怕是等着北疆长出1000亩良田，我也等的。都护，燕朔城送来的加急军报，不是私信。见。沈都护亲戚，燕朔城房屋已固，边境无事。听闻朝廷有意升你为从3品镇北将军，提前道贺。我在燕朔一切都好，不必挂你。另，前日有人从盛京来说赵嬷嬷在狱中病逝，临终前他托人带话，谢你当年求情之恩。此信无他事，只报平安。裴城顿首。3年如梦，当初以为这双眼瞎了，我这辈子就毁在将军府。可现在回过头看，如果不瞎那一回，我又怎会看到这塞外的满天星斗？往事如烟，再看，也不过是一道浅浅的疤。从3品镇北将军，阿古拉一死，这北疆的太平，我得替大楚守到老。授沈淼为镇北将军，官居从3品，统领北疆5城兵防，加封护国勋号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镇北将军，镇北将军，镇北将军。将军，殿下这量在圣经恐怕是千杯不醉，今日在咱们北乡一坛烈酒就倒了。随他去吧，他是替我高兴。谁敢说我阿妹不行？我阿妹是大楚最厉害的镇北将军。所有的苦都熬过来了，那些以为会跟一辈子的伤疤，原来早就在这风沙里结了痂，成了勋章。裴成，你曾以为我没了你就没了天；父亲，你曾以为女子只能求一份平安。从今天起，我是镇北将军沈妖。